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少爷兵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安裕资源，内容包括其背景、核心业务以及近期的财务报表状况。安裕资源 Anju Resources Berhad 成立于1996年，是一间投资控股公司，主要经由旗下子公司从事着制造和贸易钢铁以及其相关产品。Anju 的历史背景需要从创办人林克诚先生那里说起。1937年，林克诚先生从中国南下到马来西亚，安顿下来之后，便在1946年开始从事废铁买卖生意。1年后，年仅14岁的林生之也来到马来西亚，协助父亲林克诚先生打理生意。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，林生之先生开始和兄弟林生贵创业经营五金贸易，先后创办了安裕五金、安裕贸易、安信钢铁、安信钢铁服务、安信精密工业等有限公司，成立了以钢铁业、五金业、建材业为主，和其他行业共同发展的新格局。1996年，管理层成立安裕资源 Anju Resources Berhad， 以作为其核心业务的上市工具，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的主板上市，成为上市公司，代码为6556 Anju。2003年7月，从事了超过50年钢铁行业的创办人林生之先生卸下重任，把钢铁王国交付给了属于第3代的儿子林建南来打理，便荣誉退休。2007年，安珠完成了收购另一家上市吉隆坡证券交易所的钢铁厂马来亚瓦达 Steel Berhad 98%以上的股权，随后将马来亚瓦达 Steel Berhad 从大马股票交易所除牌和纳入安珠，并以安珠 Steel Berhad 的名称成为安珠的子公司。随着收购的完成，安珠于2008年崛起成为马来西亚以市值计算最大的钢铁厂。同年，安珠开始了高炉的工程，并在2011年开始投入运作，是马来西亚第一座现代化冶铁高炉，为公司的成长画下了里程碑。安珠的事业历程也并非一帆风顺，期间更是经历重重考验，但是凭借着背后强大的团队，公司得以持续多次将危机化为转机，并持续向高增值方向发展。如今安珠经历了70多年的蜕变，已经成为全马来西亚数1数2的综合钢铁厂，并且也延伸到了第4代传人，打破了老中国富不过3代的封建思想。安珠目前的服务区域主要专注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，并从事着制造和贸易钢铁和其相关产品。安珠的制造部门是由4间子公司负责运作，这些子公司当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安珠 Integrated Steel Sdn Berhad， 归因于这间公司拥有高级配备的混合式高炉和电弧炉，在钢铁行业中被公认为是成本最低的长钢生产商之一。主要生产出来的产品是铁水和生铁，副产品则是矿渣和高炉煤气。其他的子公司，例如 Anju Steel Berhad 也是长钢产品的领先制造商，产品包括方坯、高屈幅变形钢筋、低碳钢圆筋和盘条。而安信 Steel Industries Sdn Berhad 就从事制造各种直径和长度的角钢、扁钢、方钢和与工程相关的圆钢，这些产品大部分都是用在建筑和工程领域。截至2019财政年，安珠的制造部门贡献了总营业额的48%左右。贸易部门则由5间子公司负责运营，主要是提供仓储和物流设施服务，以将扁钢和长钢之类的货物供应给各种行业，例如制造业、石油和天然气行业、食品和饮料行业、建筑和基础设施领域等等。此外，贸易部门也有专门从事将钢圈切开和剪切成各种形状的服务中心。贸易部门也借由与自家制造部门的协同合作，成为了主要基础设施项目的全面钢铁解决方案提供商。截至2019财政年，安珠的贸易部门贡献了总营业额的52%左右。现在来为各位介绍安珠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。安珠在2020年第4季度的损益表显示，营业额从去年的6亿0370万令吉降低了10.68%至5亿3942万令吉，净盈利也从去年的1952万令吉减少了68.28%至621万令吉。营业额的下滑主要是由于销售量降低所致，这是因为国内和国际上实施了严格的行动管制令，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。
至于净盈利的减少，主要是因为其他收入降低，以及去年安住的子公司有获得税收优惠的缘故。庆幸的是，公司的营业费用和财务成本下降了，才使到公司这季度仍处于盈利状态。资产负债表方面，公司的总资产比起1年前减少了10.8%，至22亿2891万令吉。首先从表中可以看到，公司的主要资产是非流动资产中的固定资产，也就是公司拥有的土地、建筑、厂房和机械等等。公司这季度的库存量方面，对比上一年是减少的。而从2019年的年度报表中可以知道，库存量包括了原材料、半成品、完成品以及消耗品。所以库存量减少的原因，要么就是公司出售了部分的半成品和完成品，要么就是公司没添加太多的原材料和消耗品。至于应收账款就比之前稍微上升了，表示公司的客户们拖欠公司的款项比以前多了。但是如果查看2019年的年度报表，里面显示这公司在2018年和2019年的应收账款预计损失拨备金只占据了总账款的5%不到。所以公司的客户相信大部分都是信誉不错的。还有值得留意的就是公司的现金和银行余额比去年减少了接近40%，所以需要额外谨慎。另一方面，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去年也下降了13.2%，至11亿2362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留意到，公司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高达9亿令吉的短期借贷，但是相比起去年已经减少了10多%，这相信也是公司的现金和银行余额减少的部分原因。除此以外，公司的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似乎也有明显的下降，证明这公司正在减少着自身的债务。虽然乍看之下，公司的债务确实感觉特别的有负担，但是公司的库存量、应收账款加上现金和银行余额，其实还是可以应付得来的，所以各位也无需要过于担忧。至于现金流表，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增加了28.8%，至9126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了解到，公司的税前亏损比去年同期大幅度降低了，加上流动负债和利息支付的现金流出也同步降低，所以导致到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比去年来得高。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则从去年的流出转为今年的流入，比去年同季大涨了169%，至2607万令吉的现金流入。从表中可以发现，现金流的变动主要是公司出售了部分的固定资产所获得的收益，以及减少了购置固定资产的缘故。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反而跟 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相反，从去年的流入转为流出，大暴减了1482%，至1亿5526万令吉的现金流出。从表中可以看到，公司大量的偿还了银行贷款，所以现金流才跟去年相差甚远。另外也可以发现，公司取消了以往的股息派发，这有助于公司避免更多的现金流出，对公司的现金流表来说是健康的，只不过股东们可能就要辛苦忍耐一阵子了。总结来说，安住所经营的钢铁行业是带动国家发展的其中行业之一，而且也牵涉到其他多种不同行业，业务范围是相当广泛的。只不过，钢铁行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周期性行业，因为经济增长的周期性会直接影响到市场对钢铁产品的需求。此外，钢铁行业为重资产行业，以厂房建筑、高炉和机器设备为主的固定资产占比较大，但是债务结构却偏短期化，这也是钢铁行业的弱势之一。话说近期由于多个行业在疫情后开始复苏，导致全球的钢铁都供不应求，推高了钢铁价格，直到安住的股价也暴涨了接近3倍至20级以上。那么对于一间由家族成员控制的钢铁企业，各位有什么看法呢？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。喜欢我这次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，也欢迎订阅我，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